你以为鼎只是古代用来煮东西的器具吗？其实不是。易经第50卦火风鼎，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煮一锅食物，而是人生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把原本混乱的材料经过火候、秩序、时间与承担，慢慢转化成可以滋养自己、成就他人，甚至建立格局的东西。鼎是古代祭祀、宴演、立国传承的重要器物，它不是普通的锅子，而是象征文明、权位、制度、供养与转化的容器。所以当易经走到革卦之后，接着就是鼎卦。革是改变，是去旧；鼎是更新，是成器。也就是说，人生不是只要改变就好。很多人以为离开旧环境，换一份工作，结束一段关系，推翻一个旧制度，人生就会变好。可是易经告诉你，真正困难的不是推翻旧的，而是你改变之后能不能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秩序，能不能把自己重新锻造成一个更有用、更稳定、更能承担的人。所以鼎这一卦的核心主题就是更新之后如何成器。卦辞说鼎元吉亨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短，但意义非常大。鼎卦代表大的吉祥，事情能够通达。为什么？因为鼎不是单纯的变动，而是有目的、有结构、有火候的转化。它不像一把火乱烧，也不像一阵风乱吹，而是火在上，风在下，风助火势，火属鼎中之物。也就是说，外在的机会、内在的动力、现实的资源，如果能放进一个正确的容器里，就会产生真正的成果。这就像一个人有才华，不代表一定会成功；有想法，不代表一定能落地；有资源，不代表一定能变成成果。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鼎。这个鼎可以是你的制度、你的纪律、你的专业、你的团队、你的方法，也可以是你的品格与格局。如果你的人生只有热情，没有承载热情的容器，那热情很快就会烧完。如果你只有资源，没有整理资源的能力，那资源也可能变成混乱。如果你只有改变的勇气，却没有重建的智慧，那改变之后仍然会回到原来的问题。所以鼎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当你开始懂得把人生的材料放进正确的位置，用正确的方法慢慢熬煮，你的命运就会从混乱走向成熟，从生硬走向可用，从个人努力走向真正的格局。大象传说，木上有火，鼎，君子以正位宁命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木上有火，就是火在木上燃烧，象征烹煮、转化、成熟。君子看到鼎卦的象，就明白人生要正位宁命。正位就是把位置摆正，宁命就是让自己的使命稳定下来，凝聚起来。很多人的痛苦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位置不正。你明明适合做创造，却一直把自己放在讨好别人的位置。你明明有领导能力，却一直逃避责任。你明明需要修炼专业，却每天被情绪和杂事牵着走。你明明该建立长期方向，却一直用短期刺激填补空虚。位置不正，命就凝不住。你每天很忙，但忙得分散；你很努力，但努力没有方向；你很想改变，但每次改变都只是换一种混乱。鼎卦告诉你，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直追求新鲜，而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对。你要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成为什么角色，承担什么责任，投入什么火候，培养什么能力。当你的位正了，命才会宁；当你的心定了，能量才会聚；当你的方法稳了，成果才会熟。第一爻说，鼎颠止，利出否？得妾以其子，无咎。鼎的脚颠倒了，看起来好像不吉利，可是却有利于把里面不好的东西倒出来。这一爻讲的是更新初期的混乱。当一个人刚开始要改变人生、整理事业、重建关系时，常常会先出现不稳定，甚至看起来像是出了问题。但是有些混乱其实是必要的，
就像一个鼎，如果里面有坏掉的食物、沉积的污垢、不能再用的东西，就必须先翻倒，先清出来。人生也是一样，你想要变好，不能只是在旧问题上面加新的装饰，你必须先清理掉不适合的人、不健康的习惯、不正确的想法、不成熟的模式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被翻动，关系被重新整理，工作方向突然不稳，或者你开始看见过去的问题，不要急着害怕，这可能不是衰败，而是鼎正在倒出旧物。第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在刚开始转变时，不要急着追求表面稳定，而要先清理根本问题。该断的习惯要断，该清的关系要清，该面对的缺点要面对，不要害怕短暂的颠倒，因为有时候人生必须先倒掉坏的，才有空间装进新的。第二爻说，鼎有时，我愁有急，不我能及。急，鼎里面已经有实在的东西了，虽然外面有人嫉妒、阻碍、攻击，但他们不能真正靠近我，所以吉利。这一爻讲的是，当你开始有内容、有实力、有成果时，外界自然会出现杂音。人最怕的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能力刚出现的时候，心还不够稳，容易被别人的眼光影响。当鼎中有实，代表你已经不是空的了，你有真本事，有真积累，有真内容。可是只要你开始发光，就会有人看不顺眼；只要你开始成长，就会有人说你变了；只要你开始走自己的路，就会有人用怀疑、嘲笑、嫉妒或拉扯来干扰你。这一爻告诉你，真正有内容的人不需要一直解释自己，只要你内在有实，外面的杂音就不能真正伤害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主动去迎合那些负能量，也不要把敌人的病变成自己的病。在人生中，当你开始做一件正确的事，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你；当你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、作品、事业、专业，可能会有人酸你、批评你、否定你。这时候你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我，而是我的鼎里面是否真的有东西？如果有，就继续煮，不要离开你的火候，不要丢掉你的内容，不要因为别人的杂音把自己煮到半熟就停下来。第三爻说，鼎耳革，其形塞，至高不实，方与亏毁，终极。鼎的耳朵变了，搬动它的时候不顺，鼎中有美味的至高，却暂时吃不到，等到雨降下来，悔恨减少，最后仍然吉祥。鼎耳是用来提鼎、移动鼎的地方，鼎里面有好东西，但因为鼎耳出了问题，所以好东西暂时无法被使用。这很像人生中一种情况，你有能力、有成果、有内容，但是表达方式、合作方式、沟通管道、制度流程出了问题，导致你的价值无法被看见，甚至无法被享用。这一爻特别适合用在事业与人际。很多人不是没有才华，而是不会让才华被正确的搬运出去。有些人很有想法，但表达太急；有些人很有能力，但不懂合作；有些人产品很好，但包装不好；有些人心意很好，但说话方式让人误会。鼎中有美味，却不能吃，这是最可惜的，代表你明明有东西，却卡在连接与传递的环节。所以第三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当你发现努力没有被看见，价值没有被使用，不要只怪别人不懂你，也要检查自己的鼎耳。你是不是需要改善沟通？是不是需要调整方法？是不是需要换一个呈现方式？是不是需要让自己的专业更容易被理解？方与亏毁，终极也告诉我们，这种卡住不是永远的，只要时机成熟，沟通改善，环境滋润，误会就会减少，事情最后仍然可以转吉。不要因为暂时不被理解就否定自己的价值，但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价值就拒绝调整传递价值的方法。第四爻说，鼎折足，复弓顺，其形卧，凶。鼎的脚断了，把王宫的食物打翻了，弄得一身狼狈，凶。这一爻是鼎卦中很严重的一爻。鼎要承载珍贵的食物，首先脚要稳。如果鼎足不稳，里面装的越多，反而越危险。
这象征一个人承担了超过自己根基的责任，或是在基础不稳的状态下急着做大事，最后不止事情失败，还会造成名誉受损。这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。有人能力还没成熟就急着当领导，制度还没建立就急着扩张，团队还没稳定就急着接大案，身心状态还没准备好就急着进入关系或婚姻，财务基础还没稳就急着投资冒险。顶折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完全没有东西，而是有好东西却因为承载力不足而翻掉。这提醒我们，人生真正的凶不一定来自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太大，但你的根基不够稳。所以第4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在承担重要责任之前，一定要先检查自己的支撑系统。你的能力够不够？时间够不够？资金够不够？团队稳不稳？心态稳不稳？如果基础不稳，不要逞强，因为你不是只代表自己，你可能还承载别人的信任、资源与期待。这一爻也提醒领导者，不要把重任交给不适合的人。选人、用人、分配责任，都要看对方是否有足够的鼎足，否则事情一番，不只是个人失败，而是整个局面都受损。第5爻说，鼎黄耳金悬，利贞。鼎有黄色的耳，配上金属的选，用来提鼎，非常合宜，利于守正。这是鼎卦中非常好的位置。黄象征中正、稳重、得中，金悬是坚固可靠的提鼎之气。这代表一个人已经具备正确的位置、成熟的品格、稳定的能力，也有人或制度可以帮助他承担更高的责任。这一爻讲的是成熟的领导与稳定的承接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不只是有内容而已，还能被正确的运用；不只是有才华而已，还能被稳定的承担；不只是个人努力而已，还形成了制度、团队与信任。在人生中，如果你走到这一爻，代表你要做的不是乱冲，而是守正。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被信任、被托付、被看见，他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自己多厉害，而是保持中正，不偏不倚，不被名利冲昏头，不因掌声而忘记原则。利贞就是告诉你，越是在顺利的时候，越要守住正道。你能被提起，是因为你有德、有气、有稳定性。不要让欲望破坏你的格局，不要让傲慢折损你的福分，不要让短期利益污染你辛苦熬出来的成果。第5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当你开始有位置、有影响力、有资源时，要懂得建立制度，培养人才，守住信任。真正的鼎不是只煮给自己吃，而是能供养更多人。真正的成就也不是只让自己变强，而是让周围的人因你而受益。上爻说，鼎玉选，大吉，无不利。鼎配上玉做的选，大吉，没有不利。玉选比金选更高一层，象征德行、清明、尊贵与圆融。到了上爻，鼎的转化已经达到最高境界。这不只是能力成熟，也不只是制度成熟，而是人的品德、精神与使命都成熟了。一个人真正的高贵，不是有多少权力，而是他的力量能不能变成滋养；不是他站得多高，而是他是否仍然清明；不是他能控制多少人，而是他能不能成为一个稳定、温暖、有格局的中心。鼎玉悬代表最高级的承载力，你已经不只是把材料煮熟，而是把人生练成一种德行。你的经验可以滋养后人，你的智慧可以安定他人，你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座鼎，能让混乱的东西在你这里得到整理，让粗糙的东西在你这里得到转化，让人心在你这里得到安定。这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，人生最高的成就不是只有成功，而是成功之后仍然有德；不是只有富贵，而是富贵之后仍然清明；不是只有被人看见，而是被人看见之后仍然能保持谦和、正直与慈悲。火风鼎这一卦，从第1爻到上爻，其实就是一个人成器的过程。一开始，你要先倒掉坏掉的东西，
把旧习惯、旧问题、旧混乱清理出去。接着，你要让自己变得有内容、有实力，不被外界杂音干扰。然后，你要学会表达与传递，让你的价值能被正确使用。再来，你要小心根基不稳却承担过重，避免把大事搞砸。等到你真正成熟，就要守正、稳定、承接责任。最后，你要把能力提升成德行，把成功变成供养，把自己活成一个能安定他人的气。所以顶卦最想告诉我们的是，人生真正的翻身不是只靠改变，而是靠转化。改变只是把旧的打破，转化才是把新的练成。改变可能很快，转化却需要火候。改变可以靠冲动，转化必须靠耐心。改变让你离开过去，转化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混乱期，顶卦告诉你，不要害怕清理，先把不好的东西倒掉，才有空间重新开始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累积实力，顶卦告诉你，不要太在意旁人的眼光。鼎中有时，杂音自然不能伤你。如果你明明有能力却不被看见，顶卦告诉你，不要只抱怨世界不懂你，也要调整自己的表达、包装、沟通与方法。如果你现在遇到大机会，顶卦提醒你，先检查自己的鼎足，根基不稳时，机会越大，风险也越大。如果你已经有位置、有资源、有影响力，顶卦提醒你要守正，不要忘记你被托付的原因。如果你已经走到成熟阶段，顶卦希望你明白，真正的大吉不是只让自己成功，而是让自己的成功变成一种可以滋养他人的力量。鼎不是一天成型的，人生也不是一次改变就能成熟的。所有真正能滋养人的东西都需要时间，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都需要火候。所有真正能被托付的人都不是只靠聪明，而是靠承担、修炼、稳定与德行。所以当你抽到鼎卦，或在人生中感受到鼎卦的能量时，请你记住，你不是被要求立刻成功，而是被提醒要开始成器。把你的才华放进纪律里，把你的热情放进方法里，把你的经验放进智慧里，把你的痛苦放进转化里。不要让人生的材料散落一地，也不要让一把火乱烧自己。你要成为自己的鼎，用正确的位置、稳定的根基、刚好的火候，慢慢煮出属于你的生命味道。易经第50卦火风鼎告诉我们一句很深的话，人生不是只要改变命运，而是要把自己练成能承载命运的人。如果你曾经历过一段推翻旧生活之后重新建立自己的过程，或者你现在正处在需要转化、重整、成器的阶段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是正在倒掉旧物，正在累积内容，正在调整方法，还是正在承担更大的责任？也许你的留言正好会成为另一个人重新成器的力量。